位同学，我们上个 Part 2介绍了 CT、FT 连续时间复列转换，主要是针对连续时间非周期讯号。但是在 Part 3这边呢，我们将要介绍 DT、FS， 就是离散时间复列级数，主要是用在离散时间周期的讯号。那它是什么呢？我们赶快来看看吧。好，那我们 DT-FS 主要用在离散时间周期信号。然后我们一样道理，我们可以跟之前第一个 part 一样，我们把这个离散时间信号把 S_n 写成一个质数成分的和的相加。那注意这边它的 k 是从0到 n-1，哈，跟之前第一个 part 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这时候我们一样要去求 ck 嘛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等号左边右边各多乘上这东西，好，然后再把右边这部分框框的地方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再把它整理起来。整理起来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 sigma 这样的式子。好，那一样我们要计算这个 sigma 值是多少。然后我们这边发现说，当 k 减 l 如果是0或正负 n 或者正负2n 的时候，它加起来值会是 n。为什么？因为当 k 减 l 等于 n 的整数倍的时候，因为它可以在指数部分它可以跟分母约掉嘛，约掉之后的话就变整个 exponential 就变成2π的整数倍，好，就是1嘛。好，那因为它 n 是从0到 n-1， 所以它总共 n 项，所以整个加起来就是 n。好，那如果当 k 减 l 如果不是 n 的整数倍的时候，它整个加起来的结果是0嘛。好，那我们知道结果之后，好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带回去。好，所以整个这个等号右左边的式子，哈，就是可以得到说是整个 n 乘上 cl。然后这边注意到说，当 k 减 l等于0的时候，好，也就是说我们把 ck 换成 cl， 那整个这个框框里面的值就是 n 嘛，好，把它换掉，就变成 n 乘上 cl， 然后再把这 n 除到这个我们最前面等号那个的左边，好，就可以得到说我们 ck 的值是这样计算的，等于 n⁻1乘上好后面这个结果。那这就是分析的式子，就是我们要分析出 ck 值是多少。好，那这边注意到，我们知道说 ck 如果把 ck 加 n， 好，把 k 换成 k 加 n， 我们可以得到的式子。然后这因为我们看到说 n 跟分母的 n 又约掉，好，所以发现说还是等于它自己，所以 ck 加 n 又等于 ck， 好，所以发现说 ck 是有周期性，它的周期就是 n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探讨它的功率密度频谱，因为它是周期信号，所以我们要讨论它的功率。好，那功率的计算方式也是一样，把 S_n 好，然后绝对值平方，然后这时候把 n 从0加到 n-1， 最后除上周期时间 n。好，然后记得这边再套用同样的公式，把 S_n 绝对值平方变成 S_n 乘上 S_n 的这个共2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再把它这几项再把它合并起来。好，合并起来，最后可以得到结果是哦，原来这个它的功率密度频谱就是等于 ck 绝对值平方，然后再把它全部加 ck 加起来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 Parseval 的一个 relation， 好，跟第一个 part 很像。所以这边来探讨，当 S_n 如果是实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从公式来看 ，ck 跟 c 负 k 又是共2复数嘛。好，所以既然 ck 跟 c 负 k 是共2复数，也就是说 ck 的绝对值等于 c 负 k 的绝对值。那因为我们刚才从上页知道说 ck 是有一个周期性，所以 c 负 k 就等于 c n 减 k， 因为加一个周期 n。好，所以最后可以得到说哦，原来这个 ck 是个偶函数，好，偶函数。好，所以它的功率密度和频谱也是偶函数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个例子。好，从例子上我们看到它是个离散时间，但是它也是个周期信号，它周期是 n。好，然后这个信号它的信号宽度是 l， 好，因为它总共长度是 l。好，那我们知道马上就要用什么？我们就要用 DT-FS 来计算它的功率密度频谱。好，这是它的周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计算，马上就是把这个 ck 的公式好写下来。那 ck 公式写下来，我们可以最后把这个讯号带进去，我们就可以求得说，原来它是个这个等比级数的和的公式嘛。那这边要注意到说，当 k 如果是等于0或是正负 n 或正负2n 的时候，它这个加法，这个在算和的时候，
特别要计算，因为当 k 等于 n 的整数倍嘛，所以加出来的结果是 a l 除上 n。如果当 k 是等于1、2、3、4，好，一直到 n 减1的时候，它这个加出来值是下面的式子。那这边原本它是一个等比级数和的公式，所以它应该是分子分母都应该是1、2、3、4的1减掉某个 exponential 的值。但是这边我特别写成 exponential 0，那目的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其实这个 ck 如果表示成1减掉 exponential 什么东西的话，它这东西在图形上很难去画出来，因为看不出是什么东西。好，所以我们一样跟之前的想法一样，我们想办法把这个 ck 可否把它画成像一个 sinc 方程的一个形式。好，所以要怎么画成sinc 方程的形式呢？我们这边做个手脚，把那1、2、3、4的1换成 exponential 0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计算这个东西，然后这边提到一个 memo， 就是说我的 exponential a 减掉 exponential b， 好，我们可以把这两个 exponential 的指数部分好提出来，好，它的平均提出来就是 a 加 b 除以2提出来，好 exponential 的 a 加 b 除以2提出来。那提出来之后，各位可以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就是说它提出来之后，它中括号里面的东西这两项，它的指数部分它是差一个负号。一个是 a 减 b 除以2，一个是 b 减 a 除以2，好，差一个负号。那如果今天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举个例子，就是说 exponential j omega 减掉 exponential 负 j omega， 就等于2j sin omega， 好，就变成一个2j sin omega。所以再回去原本的这个上面的式子，我们就把这个 exponential 0跟后面那一项指数部分提出来，加起来除以2，好，这一项提出来，可以发现它中括号里面值什么？的确差一个负号。分母分子分母都是一样，然后直接分子分母都是一个2j sin 的一个形式，然后2j 直接约掉，好，所以分子分母都是一个 sin 的形式。然后我们看到 sin 的形式，我们就很高兴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是否可以写成一个 sinc 方程。好，那 sinc 方程的格式就是 sin phi 除上 phi 嘛。那这边 sin 这个 phi 有，但是它除上 phi， 那个 phi 在哪边？因为分子分母都可以各自除上自己的那个 phi 嘛，只是说。所以变成说分子分母一样都可以变成一个 sinc 方程，那 sinc 除 sinc 基本上图形还是像一个 sinc 方程。好，所以 ck 绝子平方就可以马上透过刚才计算式子得到这样的结果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图形，上下图形有两个图形，第一个是上面图形 l 等于2 n 等于10，代表说上面图形代表它周期时间比较短，那下面是 l 等于2 n 等于40，代表它周期时间比较长。好，所以我们从之前第一个 part 也知道说，你 n 的大小代表它 f0的宽度嘛。如果当 n 越大的时候，代表怎么样？它 f0就越小嘛，因为 f0基本上是1除上 tp 就1除上 n 嘛。好，所以基本上下面图形，因为它那个 n 比较大，所以代表 f0比较小，所以它每一根 ck 就比较靠近，好，比较靠近。那因为这个例子它的 l 都是2，l 是2。好，如果另外一种情况，我们可以讨论说，如果今天它的 n 是一样，那如果是 l 长度不一样，好，会变成怎么样变化？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用这个派乘上 kf0 tau 等于 m 派这样公式来分析，好，可以得到说 kf0 等于 m 除上 tau， 好，tau 如果变化，就可以知道说 kf0 这个的大小，好，所以就是说，因为这边这两个图形只有变化 n 没有变化 l， 好，如果你要讨论说，如果 n 固定 ，l 不改变的话，一样可以从我刚才介绍的 kf0 等于 m 除上 tau 的式讨论。那 m 是1、2正负1正负2，就代表sinc方程第一个交界为0的地方和第二个交界为0的好整数派的部分。好，所以这边就可以来这样的讨论。好，所以可以看到上面的图形的 f0 比较大，下面的 f0 比较小，是因为 n 的关系。好，那这边做个例子。好，s of n 等于 cos 派 n 除上 sin， 我们来决定它的复列级数以及功率密度和频谱。那首先我们可以直接马上把 s of n 把 cos 画成两个 exponential 相加，好，然后可以直接马上用 ck 的公式直接计算出所有的这个 ck 的答案，好，就是 c0等于多少，好，一直计算到 c5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可以把计算的结果画成这样一个 ck 的一个图形。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ck 它是周期性的嘛，好，每6点一个周期，所以我框框画出来的部分是它一个周期。好，然后这一题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来解呢？好，因为这一题它的讯号是cosine 嘛，cosine 可以写成2个 exponential， 好，就是像事实上所看到的这两个 exponential 相加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知道说，因为我们的
傅立叶级数，它是一个合成的式子嘛，就可以把 S 分写成，好，这边有6项的值相加，就是 C0 乘上 exponential J2 派0 n 除上 n， 好，一直加到 C5 这一项嘛，等于是有6项相加。那这6项相加，我们再把跟这个原本 S 分只有2项来做个比较，我们用系数比对法来决定我们 C0 跟 C5 的值是多少。只是这边 C1 没问题，因为我们看到之后，你看 C1 有没有1/2就等于有没有后面那个 C1 的值，所以1/2就等于 C1。但是在这边有个 C-1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 exponential 是怎么样？是-1。但问题是我们看不到 C-1嘛？那 C-1基本上等于什么？基本上 C-1就等于 C5，因为我们知道 C 有周期性，所以 C-1就等于 C-1加6就是 C5，也就是说一个1/2是 C1， 前面那项1/2是 C1 的系数，那后面那个1/2理论上是 C-1的系数，但是因为 C-1就等于 C5，好，所以最后得到说，我们 C1跟 C5都是1/2，其他都是0。好，用系数比对法可以直接来计算出我们所有的系数的值。好，那所以这一题这是比较 tricky 的做法，直接可以用系数比对法来算。那因为这一题它是 S 分是个 cosine， 可以画成2个好 exponential 相加，可以用直接比对，不然我们是要用直接来计算这样。在这个单元这个 part 我们学到了 DTF、FS， 主要是离散时间、傅立叶级数，它主要跟之前我们讲的 CTFS 很像，只是一个是离散，一个是连续，然后都是透过说我们先找到 CK 的方式，来再接下来找到这个周期讯号它的 power 以及相对应的关系。好，那这个单元学完之后，我们下一个 part 即将要进入说我们的离散时间非周期讯号的部分，怎么样找到它的傅立叶转换呢？那我们赶快接下去看下去吧。